明明只有3个顶尖战力，为什么敢叫板战力众多的光之国，变为自己的第二母星阿布索留特一族？其诞生方式几乎与奥特曼相同，但不同于奥特曼依靠迪法莱塔光线进化，他们所依靠的是卡斯凯德光线，从而沐浴成为究极生命体。但由于无法控制住卡斯凯德光线的增幅，因此其星球寿命也所剩无几，所以光之国也成为了阿布索留特一族唯一的宜居星球。然而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并不是正确的选择，这也迫使光之国集中力量来对抗这一阴谋。然而阿布索留特也是头铁，为了消除多余的隐患，竟将目标对准了除奥王外的其余神秘3奥，而首位目标便是赛迦和雷杰多的融合材料高斯，但居然只是派遣了一堆 NPC 小兵，真当高斯只会感化是吧？在高斯了解情况之后，直接化身成为了日冕形态，不做过多废话，直接发射内巴斯特光线便打爆了3个小兵，随后紧跟一发日耳球再次得手，转头再次一发炙热震波将对方摧毁。而就在一堆士兵再次发射光线击向高斯之时，高斯终于转换成为未来形态，一发克制缪姆光线直接将所有小兵消灭殆尽。阿布索留特的这次计划算是以失败告终，可塔尔塔洛斯的下一目标竟然是公认的最强奥诺亚，可谓勇气可嘉。而这次终于派出了顶尖战力泰坦，可当泰坦通过时空穿梭来到行星巴贝鲁后，美国3奥组成的奥特武装队受到佐菲的派遣前来阻止泰坦，而且3奥的配合也是天衣无缝，与究极生命体泰坦打得不相上下。就在这时，利布特受到银河救援队的指派前来支援美国3奥，随后4奥便合力对抗泰坦。可万万没想到，就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之际，遗迹宫殿内发出耀眼闪光，诺亚的身影随即显现。只见光芒落下之后，出现在眼前的竟是幼年形态的奈克瑟斯。眼见目标出现，泰坦立刻上前交战，然而奈克瑟斯仅仅一发十字射线就将泰坦打得站不住脚。随后奈克瑟斯化身红色青年形态，并立刻制造梅塔领域，可见他的目标是在场的所有人。美国3奥见状立刻飞离了梅塔领域的范围，但利布特和泰坦淹没在了梅塔领域之中。这时塔尔塔洛斯也赶到此处，美国3奥便与之展开了交战。梅塔领域之中，眼见自己的能量不断流失，泰坦只能答应和利布特协同作战，可两人联手也并不是奈克瑟斯的对手。不过此时索拉发来了援救信息，告知利布特需要破坏掉奈克瑟斯手上的奈克瑟斯武装才能解除梅塔领域。随后在奈克瑟斯将泰坦打退之后，两人决定伺机而动。只见奈克瑟斯蓄力一发层叠风暴暴力射出，两人翻滚躲避之后，2发光线快速射出，终于将奈克瑟斯武装破坏。说实话，放水有点严重了。此时梅塔领域也慢慢开始消散，眼看自己的目的达到，诺亚也随即出现，告诉利布特和泰坦只有2族联手才能和平生存下去。随着梅塔领域的消失，两人也终于逃出升天。虽然利布特再次邀请泰坦携手合作，但泰坦并不买账，准备离开。小金人看着自己的计划再次被破坏，便召唤出时空之门。在泰坦回王国的同时，机甲赛罗也应声出现。只见机甲赛罗胸口能量核心深深蓄力，一发射线直逼利布特而去。但没想到蓝色青年形态的奈克瑟斯再次出现，挡在了能量几乎耗尽的利布特面前。随后一发终极光剑风暴应声射出，2股能量在空中交织之后爆炸。紧接着奈克瑟斯便与机甲赛罗展开了大战，两者几乎展现出了势均力敌的力量。塔尔塔洛斯此时也看到了奈克瑟斯的出现，想上前解决诺亚的隐患，然而2发头镖突袭而至，阻止了他的脚步。修炼成功的赛罗应声出现，因为赛罗在上一战中败给了小金人，因此特意拜托乔尼亚斯特训自己，而乔尼亚斯还喊来了雷欧赛文一起特训赛罗。赛罗也再次穿上了修行甲，在3位前辈的共同特训下，赛罗再次重拾那份初衷，新形态野性爆发登场。此形态不仅能够承受住究极光辉赛罗消耗能量过大的副作用，还能让塔尔塔洛斯无法预判动作。在与小金人的战斗中，赛罗也终于将其压制。与此同时，奈克瑟斯在击退机甲赛罗后也不再过多纠缠，直接化身成为诺亚，一发闪电诺亚毫不费力地将机甲赛罗摧毁。而利布特也非常懂事的能量耗尽，倒在了诺亚的身后。然而诺亚回身看了一眼之后，竟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塔尔塔洛斯眼看计划落空，立刻开启时空之门，召唤出成群的阿布索留特士兵。不过雷欧阿斯特拉与赛文乔尼亚斯也终于赶来支援，双方交战再次展开。赛文也释放出3个胶囊怪兽加入战局，而小金人刚被赛罗压制，又遭到了雷欧兄弟的挑战，并且几乎完败于雷欧阿斯特拉的体术攻击。随后雷欧兄弟祭出奥特双重闪光，直接将塔尔塔洛斯击翻在地。而另一边的胶囊怪兽以及美国3奥乔尼亚斯与阿布索留特士兵的战斗都呈现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些士兵几乎都成为了经验宝宝。
赛罗也将祭出最终一击，使用闪耀终极光之弓箭，一发光箭暴力射出。小金人本想施展绝对毁灭给予迎击，但被雷欧兄弟两脚打断了施法，只能赶忙进行架盾抵挡，但还是被这股强大的力量击溃，身受重伤。小金人随即开启了时空之门，遁身而去。可就是这么短暂的交手以及时空穿梭，竟让阿斯特拉通过强大的敏锐感知能力，找到了阿布索留特一族王国的所在位置。而回到王国的小金人也发出了最后的通牒。光之国也以美洛斯为中心，组建了赛文21、杰诺、维克特利、西卡利、阿斯特拉以及受到德拉西翁指派的杰斯提斯等7奥的救援小队。随着索拉将异次元探索装置开启之后，一道连接通往王国的次元大门就此出现。杰诺立刻使用银河剑将次元大门维持住。在众奥化作能量球进入之后，次元大门也随之消失。最终，众奥通过次元通道降临在了阿布索留特王国内。随后，大家立刻分散行动，寻找尤利安公主。与此同时，阿布索留特士兵也发现了奥特一族的入侵，所有人准备前往阻击。塔尔塔洛斯对上了杰斯提斯以及杰诺，泰坦对上了赛文21以及美洛斯，托雷基亚和贝利亚对上了西卡利和维克特利。而阿斯特拉通过敏锐的感知力找到了关押尤利安的空间，但迪亚波罗前来阻止了他，并用自己的宇宙幻兽拳最强拳法刚力破牛拳击退了阿斯特拉。然而正当迪亚波罗正要解决尤利安之际，被囚禁于此的雷古洛斯直接挣脱了束缚，两记幻兽拳将迪亚波罗击退。而雷古洛斯和迪亚波罗一样，都是宇宙幻兽拳的宗师，而且在很久以前就曾是雷欧兄弟的好友。后来迪亚波罗背叛师门之后，雷古洛斯就被囚禁于此。这个后续我们单独开一期来专门讲讲雷古洛斯与迪亚波罗的恩怨故事。此时阿斯特拉显然也认出了雷古洛斯，两人一见如故。随后雷古洛斯准备与迪亚波罗解决私人恩怨，而阿斯特拉先带着尤里安与众人会合。在收到阿斯特拉的讯息后，众奥也制造离开的机会，共同前往会合点。阿斯特拉来到阿布索留特能量核心处后，通过其强大的能量，将自己的意念把坐标传达给宇宙救援队。银河救援队也收到了阿斯特拉的讯号，便立刻启动异次元探索装置，连接王国的次元大门也再次打开。杰诺也立刻利用银河剑将次元大门维持住。随着雷古洛斯以及尤利安阿斯特拉的会合，众奥立刻化作能量球遁身离开。塔尔塔洛斯也立刻下令追击。在西卡利将集合地点告知了银河救援队后，光之国也将派出人手一起前往接应。此前灭灯的利布特也已经恢复如初，一同前往。两族的最终大战也将就此展开。在行星布里扎德，救援小队终于与接应队伍会合，而阿布索留特一族也几乎召集了所有战士前来。佐菲提前让救援小队带着尤利安返回光之国，众奥也能毫无顾忌放手一战。只见奥特一族和阿布索留特一族分站两旁，纷纷开始放狠话。我らも種族の存亡がかかっている。一歩も引くわけにはいかぬ。现在各位观众全体起立！随后大战打响，赛文父子俩合力对抗塔尔塔洛斯。在先后给予小金人一击之后，赛罗再次化身野性爆发形态，然后再次变身究极光辉赛罗。这层层 buff 的叠加已经是赛罗目前的最强形态了。父子俩再次与小金人展开大战。另一边，利布特与泰坦也再次交手。虽然双方之前有过合作，但泰坦为了种族的延续，只能适时与利布特一决胜负。而雷古洛斯与迪亚波罗的恩怨局也再次展开，两人同样作为宇宙幻兽拳的宗师，展现了势均力敌的战力。此时雷欧与阿斯特拉一同前来援助雷古洛斯，因为他俩的故乡 L77 星与幻兽斗士的故乡天龙座第60是兄弟星座，因此三奥复仇的焰火熊熊燃烧，准备群殴眼前的迪亚波罗。画面一转，泰罗与托雷基亚的爱恨情仇也在展开。虽然托雷基亚是平行时空同位体，但两人以前经历的种种回忆也是一点不少。此时儿子泰迦恰好赶到，也加入到两人的战斗之中，一记铁三靠将托雷基亚击退。随后父子俩便合力对战托雷基亚。与此同时，有出息的佐菲对上了拿着贝利亚黄昏的贝利亚，一记 Z 光线打得贝利亚连连后退。这时泽塔与杰德也加入了战局，可谓看点拉满。只见两奥化身银河出生以及德尔塔天爪形态，与贝利亚立刻进行了交战。而其余的奥特兄弟初代、杰克、艾斯以及梦比优斯则清理着阿布索留特的士兵。然而只要时空之门一直开启着，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士兵前来，因此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受到呼唤的奥特六兄弟再次集结，只见熟悉的画面再次出现。
随着6道光芒的一起涌入，无限梦比尤斯时隔20年后再次登场，一发无限光刃就将眼前的阿布索留特士兵全部摧毁。但传送门中源源不断的士兵再次发射光线射向无限梦，然而无限梦从火海中全速飞来，发动宇宙奇迹攻击，直接将时空之门以及所有阿布索留特士兵全部消灭，稳稳拿下 MVP。此时的阿布索留特兵败如山倒，雷古洛斯将另外2个宇宙幻兽拳交给了雷欧阿斯特拉，3奥合力一击幻兽霸王拳直击迪亚波罗而去，直接将迪亚波罗击败，只留下了一颗阿布索留特之心。泰迦与托雷基亚的战斗也迎来尾声，面对托雷基亚的攻击，泰迦并没有抵挡，而是用嘴遁想把托雷基亚拉回正轨，最终托雷基亚也放弃了战斗，决定离开。而贝利亚与泽塔杰德的战斗同样如此，贝利亚黄昏回到泽塔手中后，泽塔直接化身为迪斯西姆天爪黑金形态，一发则是蒂姆迪斯爆裂直击而去。贝利亚见状只能用护盾抵挡，但还是被重创败下阵来。此时杰德还想过去说服贝利亚，但贝利亚也并不领情，也决定离开。而赛罗与塔尔塔洛斯的战斗也以赛罗获胜落下帷幕，但小金人的使命并没有结束。只见其飞向太空，竟用尽全力释放最终一击，一发极限绝对毁灭直射行星布里扎德而去。在这危难时刻，奥王及时出现，蓄力一发能量击向小金人的最终一击。为了保护大家，利布特飞向空中，释放强劲之网挡下了2股能量的波及，而这2股能量在互相极限的强烈碰撞下产生了黑洞，直接将小金人以及利布特卷入其中。战斗在这一刻迎来了结束，至此宇宙也暂时进入了和平之中，但同时也留下了几大悬念。第一就是离开的贝利亚以及托雷基亚拿到了此前小金人储存在这的终极战斗仪以及托雷基亚之眼。第二是塔尔塔洛斯所说的那位大人究竟是谁？第三是陷入黑洞中的小金人以及利布特来到了另外一个宇宙。小金人利用阿布索留特之心将迪亚波罗复活，而呈现在2人眼前的竟是特利迦与卡尔密拉的战斗，这也引出了特利迦的这一剧集，而银格式什么时候到来依然未知。